洁癖和强迫症同时出现在一个杀手身上，你都无法想象他能有多变态。杰克就是这么一个人。这天他正开车往家里赶，却没想到半路被一个女人拦住了。女人上来说自己的车坏了，想要杰克的帮忙，但毕竟这里是荒郊野外的路边，所以为了自身安全，杰克还是没有选择下车帮他。不过他说前方几公里处就有一个修理厂，他可以开车到那里叫人过来帮助女人。可没想到女人却说 Perhaps I could entice you to drive me there. 说完，女人也不顾一切就上了杰克的车。这个女人好像并不害怕陌生人，她上来就说杰克的车很特别，车厢后面没有车窗，特别像连环杀手运尸体的那种车。只是她看杰克并不像一个连环杀手，他反而有点像个憨憨的送货司机。甚至女人还说，如果杰克是杀手的话，那么他可以用自己带上车的千斤顶砸死自己，然后将尸体埋在前方的森林里。但要记住，埋尸坑要挖6尺深，因为这里有狐狸出没。如果埋尸坑挖得不够深的话，尸体可能会被狐狸挖出来。杰克被女人说的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所以他没有过多理会。他本想将女人送到修理厂后就回家，然而女人好像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她一直用连环杀人犯在那里调侃杰克。You don't have the disposition for that sort of thing. You're way too much of a wimp to murder anyone. 一听这话，杰克一个急刹就停下了车，然后下一秒，杰克真的用千斤顶砸死了女人，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慌乱或者懊悔，相反，他居然觉得这是一种艺术，就好像他非常享受这种快感一样。杰克带着女人回到了自己社区的房子，他在这里有一个冰库，他将女人拖到冰库的最里面放好后，他又清洗干净了车厢，就像他在陈述中写道：一个浑身上下都是强迫症的神经质，居然还怀着伟大事业的可悲梦想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好事。做完这些，他又重新给冰库门上焊了门栓，外面也一样重新换了一把锁。而对于女人的车，他则开进了森林深处，然后将车钥匙丢进河里。因为森林的另一边是属于别的州，所以杰克根本不担心会被人发现。这看似是一场意外的谋杀，但没有人知道，这在杰克的人生中只不过是一场开胃菜。接着到了几天后的早晨，杰克在车上看到另一个独自回家的妇人，然后他就一路开车尾随妇人到了一处小镇。在知道女人的家在哪后，他没有犹豫的就上门拜访。杰克说他是一名警探，前来是为了一场抢劫案，因为看过女人购物袋上的超市名字，所以他就用这个身份说在超市那里发生了抢劫，他来是为了侦破案情的。然而他却没想到这个妇人非常警惕，他上来就要看杰克的警徽，但不是警探的杰克又怎么可能有警徽呢？他只能一个劲的编借口，可无论他怎么说，妇人都不给他进门。没有办法，杰克只能承认自己不是警探。接着因为看到了妇人家中丈夫的遗照，所以他立马又转变口吻说自己是卖保险的。然后巧合的是，这时候妇人的邻居正好开车路过，杰克也看准机会假装相识和邻居打招呼。看到他认识邻居后，妇人也放下了80%戒心，一看有机会，杰克又看准机会说他可以让妇人的退休金翻倍。一听到退休金可以翻倍，妇人彻底放下戒心，打开了门。可当杰克进了门后，他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大翻转，他开始吐槽妇人为什么这么久才给他进来，以为他只是发牢骚，妇人就想给他倒杯茶喝。可他才一转身，杰克立马就上来勒住了他的脖子，他一直掐着脖子将妇人按倒在地上，直到妇人完全没有了动弹。本以为就这么轻易杀死了妇人，没想到下一秒妇人又恢复了呼吸。一看到这个，杰克好像有点懊悔了，他拿来枕头给妇人枕上，方便她呼吸，甚至他还一直向妇人道歉。I'm so sorry. What can I do to make this good again? What can I do? How can I help you?看到妇人还是无法缓过来，杰克又去拿来了他的保温杯，给妇人倒了一杯水，接着他又拿出一个甜甜圈捏碎放到杯子里，然后再将这些喂给妇人吃。做完这些，杰克正想起身，却突然看到妇人正强撑着要坐起来。杰克一看便又立马回去掐住了他的脖子，这一次他掐得更加用力，时间也更长，一直到他确认了妇人无法动弹。接着他又从靴子里拿出一把匕首，用手指量出妇人的心脏位置后，他就一刀扎了下去。这次妇人算是彻底死亡了。看到谋杀得逞，杰克又拿出照相机，并将妇人扶到椅子上坐好，然后开始拍照。做完这些，已经到了晚上。这时候，杰克又从车上拿来一块帆布，将女人包裹好后，就将她拖回了自己的面包车上。但因为自己有极强的洁癖和强迫症，杰克没有办法，又只能回到屋内将血迹打扫干净，和将所有椅子摆放整齐。可也就在他准备驱车离开的时候，他又突然想起，好像地毯底下和风扇底座下都还有血迹。于是受不了的杰克又回到了妇人家里。但当他翻起地毯和底座的时候，却又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无奈他又只好再擦拭了一遍地面。然而正当他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又想起好像挂画后面还有血迹。然后当他再次回到屋内拿下挂画时，还是什么都没看见。与此同时，杰克突然好像听到了警笛声，害怕自己会被发现。杰克赶紧回到车上启动了引擎。然而这时他强迫症和洁癖再次犯了，不出所料，一样是什么都没有。也正是因为这一通耽搁，现在杰克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警车已经停在了前方的路上，见到全身而退已经不可能，所以杰克立马就将车上的尸体拖下藏了起来。这时警车也开到了他面前，因为他的车牌不属于本地，所以警长不出所料上来就对他进行问话。只见杰克对此没有丝毫慌乱，他配合着警长检查了车辆，然后他又说自己是在等妇人的，但等了好久都没有见他出来。现在正好警长来了，或许他可以进去看看妇人是怎么回事。本来只是路过的警长听完也是直接进到了妇人家里，接着他自然看到的就是井井有条的布置，没有任何打斗死过人的痕迹。见到警长发现不了自己作案，杰克又开始说自己或许可以配合警长一起对房子进行搜查。可由于杰克只是平民，所以警长害怕现场被破坏，他将杰克赶了出去。可殊不知他这样正中杰克下怀。出了门的杰克就将妇人的裹尸袋绑到车后门上，然后立马回到车上坐好。等警长看到他没有轻举妄动放下戒心后，杰克立马就来了一个武当起步，拖着尸体跑掉。他一路就这么拖着尸体疾驰，不出所料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冰库那里。可
可当他一下车后，又看到由于尸体一直在路上拖着，所以他路过的地方全都留下了血迹。然而也就在杰克思考着怎么办时，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。 The great rain. It washed away the long track from my escape as a kind of a blessing, and the murder as a kind of liberation. I felt I had a higher protector. 就连上天都好像在帮他。他又完成了一场了无痕迹的谋杀，他又将尸体拖回了冰库里面，他又将尸体留在这里冰冻了起来。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，他就好像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变态杀手。这种不正常又好像是杰克与生俱来的一样。他在小时候就有所表现。夏天当大人在地里除草的时候，小杰克会独自在河边玩耍。他玩耍的方式也跟其他孩子完全不一样。他会将和自己玩耍的小鸭子抓上岸，然后剪掉它的脚掌，再丢回河里。看着小鸭子挣扎的样子，小杰克则露出了一脸享受的表情。他这种变态心理一直延续到了现在，甚至他越发变本加厉了起来，以至于他上一秒还在和女友吃嘴巴，下一秒他就掐住了女友的脖子，就像掐妇人那样。但这次他有了经验，女友并没有机会再醒来。短短2天半，他就杀害了3人，女友还是和前面2人一样被带回了冰库，然后将拍到的照片洗出来。可这次杰克好像并不满意。This time I was complete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pictures, so I decided to take new ones. 于是乎，已经被冻定型的女友再次被杰克抱了出去。他想带女友回去他的公寓重新拍照，然而令杰克没想到的是，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独自回家的路人。接着他没忍住，又将车头调转了回去。不出所料，他直接撞死了妇人。就这样，杰克带着2具奇怪的尸体又回到了女友的公寓。他将他们挨个摆在沙发上，然后架好照相机拍照。It turned out the little old lady who was merely an accident added a great touch of humor to my staged photographs. 做完这些，杰克还不满意，他给自己取了个精致先生的名字写在照片上，接着又在背面写上祝福语，将他们寄给报社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只是想要报社报道有人遭遇了毒手。杰克则不管不顾地继续设计自己的房子，因为他是一名工程师，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在一遍又一遍地设计自己的房子，但从来没有满意过。杰克在自述中说道，自己其实也不想杀人，但当自己动手了第一次后，整个人就像产生了蝴蝶效应一样无法收手了。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路灯下行走，当他站在一盏灯正下方时，他的影子也达到了最浓最暗，这就好比是他刚杀了人后的快感。但随着这个人继续向着前面走去，影子就走到了前面，且越发稀薄。然后再来到第2盏灯的范围后，这个人的身后就又出现了另一个影子，这个影子就像是他杀人后出现的痛苦。越往第2盏灯靠近，快感就逐渐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剧烈的痛苦。所以一直以来，他只能一个又一个的去杀人，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他说，这种快感最充足的时候，是在自己还有妻子儿子的时候。那时杰克正带着自己的妻子和2个儿子出来野炊，因为时间还早，所以杰克和妻儿玩了一个捉迷藏。这个捉迷藏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杰克站在瞭望台上找他们3个，妻子和儿子可以随便躲，但一旦被他找到，那么他们面临的就是死亡。就这样，杰克如狩猎般杀了自己的儿子，然后接着他还会将儿子用树枝固定坐在一旁，接着逼迫妻子给他们喂食物。这样玩腻了之后，他又问妻子喜欢什么数字。12。既然妻子喜欢12，那么他接下来有12秒钟的躲藏时间。时间一到，杰克就开始找人。11, 12. 妻子也倒了下去，但这次杰克好像打歪了，现场只留下了妻子的血迹。可这根本难不倒杰克，因为他从小就有狩猎经验。于是没一会的功夫，他就在一道车辙沟里找到了妻子。然而即使妻子和儿子都已死亡，他还是不满足。他猎杀了50只乌鸦给妻儿陪葬，并将它们摆成了一幅他自己认为好看的画。甚至他在将妻儿带回冰库的时候，他又开始突发奇想，他用树枝撑开儿子的眼睛，再用铁丝将嘴巴掰开，然后再用树枝将手臂固定成招手的样子，最后就像招财猫一样将儿子摆在门口。可即使一连3人的快感让杰克很满足，但毕竟这种快感并不长久，于是他又假装成一个拄着拐杖的瘸子。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失足女孩，他之所以这样拄着拐，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能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也更能令人放下戒心。效果也正如杰克所料，女孩果然对他放下了戒备。见状，杰克又乘胜追击，他又开始用语言对女孩各种 CPU 和 OPQ。不出所料，女孩同意了杰克特殊的要求，他让女孩脱掉了外套，然后用马克笔在女孩的身上画出了2个圆圈，这2个圆圈又正好圈住了女孩的胸部。看到他这么诡异的行为，女孩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愤怒地收起衣服跑了出去，接着来找到路边的巡警车报警。但本就厌烦加班的巡警并没有理会他，因为他发现女孩喝酒了。然后杰克也跑了过来，他假装惩罚酒疯样在那里说自己是个杀人凶手，一共杀了60个人了。看到他这样，巡警直接厌烦地开车离开了这里。接着这时候杰克又开始哭了起来，他诉说自己只是缺乏安全感而已。女孩看到他这样，便傻头傻脑地原谅了他，然后又带着杰克回到了自己的公寓。回到公寓的杰克好像已经喝醉了样睡了过去。女孩见状，本想打电话叫人送点醒酒药过来，可没想到他电话怎么也打不出去。然后他一查看，就发现电话线居然被人剪断了。一看这场景，女孩顿时又戒备了起来。她好像明白了这是杰克所为。看着还在熟睡的杰克，女孩轻声起身想要逃离这里，但当她准备开门的时候，杰克居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。Are you leaving? I was just gonna go get some pills. I'm not gonna take some random pills. You're Mr. Sophistication, aren't you?
女孩慌了，她甚至流下了泪水。可现在想走好像已经不再可能了。而杰克看到她这样，也并没有直接动手，他反而是让女孩大声呼救，甚至他还会同女孩一起大声呼救，大声喊着金智先生就在这里。但一直过去了好久都没有任何人理会他们。杰克之所以这么放心的让女孩喊救命，是因为他已经调查过，在这个小镇上经常发生命案，并且当地警方也没有任何作为，所以他才敢这么明目张胆。说完，他扯下一根电话线，然后过来堵住女孩的嘴，接着就用电话线将女孩彻底绑住了。做完这些，他又从厨具里拿来3把刀给女孩选择喜欢了吧。与其说是给女孩选，不如他是在满足自己诡异的变态想法。然后在女孩被迫选了一把刀后，他又脱掉了女孩的衣服，接着没有丝毫犹豫就一把割掉了女孩的胸部。就这样将女孩折磨致死后，他又下楼来到警车旁边，然后直接将割下来的部分放到了警车的挡风玻璃上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说他只是情不自禁，就像老虎情不自禁的去猎杀羔羊一样。而被他杀害的女孩和其他人一样被他关进了冰库，甚至被割下来的另一半还被他做成了钱包。 And yet, I let myself be tempted to not let Simple's other breast go to waste, but have it prepared and sewn. Also a small icon. 可能到了现在，虐杀女性已经满足不了杰克了，所以他将目标盯上了男性。但他并不是一个一个将他们杀害，而是用枪威胁将他们全部绑回自己的冰库，然后再将他们用奇怪的方式绑在一铁架上。他说，曾经在2战时期，德军有一个大规模的处决计划，但由于当时要处决的人实在太多，而他们的子弹又非常有限，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实验，那就是看只用1颗子弹能一次杀死多少人。现在杰克将他们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致敬这个处决计划。可也就在杰克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一名被他绑来的男人突然说杰克错了。他说当时德军用的是全金属子弹，而杰克现在用的是非全金属狩猎子弹，所以如果他想要致敬，那是不是应该换1颗子弹来致敬？一听到这个，杰克也放弃了动手，他果断就离开了冰库，然后驱车来到武器店，想要购买全金属子弹。可由于杰克太过于暴躁，店长害怕他会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就拒绝了向他出售子弹。没有办法，杰克只能离开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知道哪里还可以弄到全金属子弹。然而他由于太过于着急，在路上的时候，他居然将车开进了沟里卡住了。无奈杰克也只能徒步前进。接着他就来到了一处房车前，因为这里是他朋友的家，他知道朋友这里会有子弹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才刚进去，朋友就拿枪对准了他，并说现在警方已经知道了他就是金智先生。 It's over now, Jack. What's over? They know what you've done. 面对自己已经暴露，杰克无奈也只能听从朋友的指挥，他被逼迫坐在了沙发上，然后朋友立马就给警方打去了电话。对于自己会栽在朋友手上，杰克并没有任何怨言，他说或许这就是自己的归宿。他开始怀念起了和朋友以前的点点滴滴，一通说道下来，朋友好像被他说的有点心软了，但他却不知道此时杰克已经偷偷从靴子里拿出了匕首，然后就在朋友被说服放下手枪给杰克倒茶的一瞬间，杰克出手了。杀了朋友后，杰克又从他的柜子里找到了全金属子弹，但与此同时，警车已经来到了门外。警长下车后也是立马就持枪进屋，可杰克却对他的到来也早已做好了准备。随后，杰克开着警车又回到了冰库这里。这次他终于有了全金属子弹，他可以完成自己的致敬了。然而，也就在他将子弹装上弹夹开始瞄准的时候，却又发现由于距离太近，瞄准镜根本无法聚焦。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尝试打开已经冻死的后门。可也就在他打开后门，将狙击枪摆好位置的同时，由于他回来的时候没有将警车熄火，警笛不断的轰鸣声也引来了其他警车。但杰克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他一个劲的只想开枪射击。可又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，冰库里突然有人喊了他的名字。一打开灯，杰克又发现密不透风的冰库里不知何时坐进来了一名老者。老者没有说他是怎么来的，他说他关注杰克已经好久了，从他刚开始杀人那一刻，他都在不同地方关注着杰克的一切。现在因为警方就在门外，杰克已经逃无可逃了，所以老者才出现在这里。他还说他知道杰克一直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，那么既然普通材料无法满足，倒不如尝试另一种材料。 I've been told you have an interesting theory about the material, which you claim has its own will. Find the material, Jack, and let it do the work. 于是，在老者的启发下，杰克开始用冰库里的尸体当建筑材料。伴随着警方的破门声，一具具尸体也被杰克垒了起来。然后，一栋用尸体建成的房子就出现在了冰库里。老者走进去后，又邀请杰克跟着进去。而当杰克走进去后，就发现冰库的地面不知何时竟出现一个圆形的地洞。他没有犹豫，就跟着老者下了地洞。然后，他们两人就一直在地下的溶洞中一路穿行。他们一直来到一处地下悬崖边，在下来悬崖后，老者继续引领着他前进，就好像是一名摆渡人带着亡灵前往往生一样。随后，他们又来到了一处房子里，在这里透过窗户，杰克看到了小时候家里大人除草的场景。老者说那里是极乐世界，但他们没有资格前往。说罢，又带着他继续前进。这次他们来到了一处断桥前，老者说断桥下面就是地狱，没有尽头的地狱，这里才是杰克的归宿。可当杰克看着这里的时候，又问 Where does that path lead? 老者说那是引领亡灵走出地狱的道路，但桥已经断了，根本无法过去。杰克见状又说可以从石壁上爬过去。 Quite a few have tried, but I have to say,
never successfully. 杰克不信，他想要试试，于是他告别了老者，登上石壁。他想要逃出地狱，他想要去往极乐世界。可堪比恶魔的他又怎么可能如愿呢？他在爬到一半的时候就撑不住了，他掉了下去，掉进了无尽的地狱，永远无法救赎的地狱。看似杰克是掉进了地狱，但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而已。因为他在前往找朋友要子弹的时候就已经被逮捕了，而本片的所有一切都是他在送往法庭的囚车上说出来的。那名老者也是要审判他的法官，只不过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的车侧翻进了海里，然后他和法官一同被淹死了。所以在濒死之际，他幻想出了后面地狱的一切。Bye, Jack.